第一次一个人去巴黎，没有家人，没有朋友，一个人租了间 Airbnb 度过一整周。讲真，我不知道一个人的巴黎会不会很美好，还是又孤独又尴尬。有什么适合一个人逛的地方？怎样找到本地人带着玩？怎么逛跳蚤市场能不迷路？去哪儿一人食？跟我一起探索一个人的巴黎。巴黎的酒店不出意外非常的贵，而且通常在游客集中的区。这次决定租住 Airbnb， 体验一下更加本地的生活。选了在第11区的公寓，外表平平，公共走廊还在装修，但推开门，里面宽敞明亮，一下就给人一种在这儿可以住得很舒服的感觉。民宿千姿百态，绝不能只看照片。个人挑 Airbnb 的原则：合眼缘，总分高于 4.9 分，清洁度满分，住客评论多于10条是基本条件，在此之上才会考虑其他因素。我喜欢这间公寓铺满绿植的阳台，可以远远眺望巴黎铁塔，也喜欢房子里的陈设，有生活气息，但没有太强的个性。挂的画，厨房的瓷砖，卧室的藤边床，设备齐全的厨房，干湿分离的卫生间，都足够让我安心度过一周。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，到任何新的地方，第一个晚上不敢关灯，要开着灯，戴上眼罩才能睡着。晚安喽。最爱的旅行方式是在一个热闹而有故事的都市，独自在角落里观察在这儿生活的人。第11区精准地符合我的要求，因为它的热闹来自这个区浓厚的生活密度，而非景点和游客的密集。正在喝咖啡的金发年轻女孩，橄榄色 oversize 短夹克，烟粉色8分阔腿裤，穿罗马凉鞋，露出纤细的脚踝。barista 小哥哥和他聊着天，说起夏天只休了10天的短假，他需要去海边清空头脑。我被周围的时髦感染到，现在立刻马上就要去逛街。如果在巴黎只有时间逛一次街，你会选哪里？比起人流量爆棚的老佛爷和巴黎春天，我更推荐左岸的 Le Bon Marché。他家有新鲜应季的快闪潮店，也有长期驻守的顶奢品牌，大小和密度刚刚好。愿意的话可以逛上大半天，但不会到令人头昏眼花的程度。在这儿很容易遇到让我心动的东西。一个人旅行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随心所欲。我决定去买黑区逛一个下午。曾经是网红的 Le Maire 牛角包，热度早已退下，但我仍然真心的觉得它很好看，这才果断决定入手。我喜欢这个品牌低调的高级感，除了爆款的包，衣服也很有质感，而且非常适合日常穿。喜提心爱的巧克力色，它也成为了我年度最爱用的包。虽然想在热闹中迷失自己，但周末的买黑区人实在太多了，已经无法悠闲地探索里面的小街小巷。我决定不在这儿停留，而是进行一次都市徒步，一路走回到住处。骑车的话，一定不要错过杜乐丽隧道，那儿没有机动车，只有自行车、跑者和流动的涂鸦画廊，听不到外界的喧嚣，只有车轮的回响和属于这个城市的心跳。拥堵的交通，不可预测的封路，在巴黎打车简直没有一次能按时到达指定的地点。骑自行车是巴黎最可靠的交通方式。一个城市的文化密度是决定它是否适合独自旅行的重大指标。当天气不好的时候，看一场高质量的艺术展是最好的消遣。来到巴黎交易所，在穹顶下的水池边坐下，忘记周围所有的人，只关注白色盘子被水流轻轻推着漂移，偶尔相碰发出叮咚的响声。
独自旅行最尴尬的时刻可能是一个人去餐厅吃饭。根据多年经验，我发现日料馆最适合一个人吃一顿正经饭。卢浮宫和歌剧院附近，日料馆简直多如繁星，而且很多是直接从日本开过来的分店，比如这家鳗鱼饭专门店，味道很好，又适合一人食。吃完饭，走2步就到了夜晚的卢浮宫。被绿明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和巴黎铁塔一样，在建成初期被法国人大骂破坏古典美感，但慢慢的，他们都从争议变成了如今的地标。虽然自由，但也有这样的时候。一个人旅行就是会有这种下雨天很孤独的时候。幸好在感到孤独的时候，可以找本地人带路，更深入地了解一座城市。第一次来巴黎的时候去过蒙马特，觉得这儿就是个游客陷阱。但这次在 Airbnb 上报了本地人带路的蒙马特美食散步小团，却让我看到了它完全不同的一面。这个蒙马特更安静，有《天使爱美丽》里面出现过的咖啡馆和蔬果摊儿。带我们的小姐姐是个有着老灵魂的年轻人，不喜欢智能手机，喜欢复古手工的一切，非常的巴黎。她给我们讲了很多这里曾经的风流故事，路过的风景立刻就变得很有活人感。每走一段就会停下来吃点好吃的，面包、巧克力、咖啡、咸的馅饼，还有到目前为止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马卡龙，是黑加仑味的。在最后一站，同行的大家一起举杯，好吃好喝，又学到很多本地历史文化的蒙马特散步，是这次旅程中的高光。巴黎是跳蚤市场的天堂，但不会法语是一大障碍。幸好我也找到了本地人带逛跳蚤市场的 experience， 而且是巴黎最大的圣图安市场。去之前，我完全低估了它的规模，它何止是一个市场，简直是一座迷城。带路的小姐姐 Mariana 是在巴黎居住的巴西女生，她在大学学的是法语，在一次游学之后彻底爱上了巴黎，毕业以后果断地搬了过来。这个小团只有我和一对英国母女，她们喜欢逛中古时尚，我对中古饰品和家居小物件更有兴趣。Mariana 会根据我们的喜好调整路线，保证大家都能逛到满意。这个跳蚤市场简直包含了整个宇宙，东西从高端的古董家具到破旧的二手电钻，各种品类、各种价位，各自都有各自的坐标。只要有体力，可以在这儿逛到天荒地老，找到各种各样独一无二的东西。在这样的小团里，不仅能淘到好东西，还能遇到有趣的灵魂。这位母亲曾经在70年代去过中国，坐绿皮火车用几个月游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后来我想买一个项链，却取不出现金，他们慷慨地借给了我20欧，还不接受我的还款。如果是第一次去巴黎，不能免俗的要看一些大众景点，推荐一种更轻松的看景点方式，乘坐一辆古董小车，省去了走着去人挤人的辛苦，又没有大巴的游客感那么重。小车的司机兼导游不仅讲故事拿手，开车更是灵活，
简直在市中心开辟出了他自己的赛道。小哥还很会拍照，是艺人旅行走马观花的最佳伴侣。大学时候认识的朋友，后来到法国波尔多读博士，毕业后留在了巴黎工作定居。被法国本土化的一大象征是对吃喝十分讲究，鹅肝酱怎么吃，红酒怎么品鉴，都有成套的理论和实践。很久没见，她和现在的男友在疫情期间认识，同住在一个小公寓。她不再爱去夜店通宵 party， 现在生活得很规律。夜晚的巴黎，热闹都藏在小街小巷的小酒馆里，大街上十分冷静。塞纳河边，一个人走的话会觉得孤独。艺人可以去河边船上 party， 找到同伴；I人则感激还有老友，可以一边散步一边聊天。就这样，独自去巴黎旅行的一周结束了。结论是，巴黎完全可以一人游，如果不用工作，就更完美了。工作的部分并没有剪进去，嘿嘿。再见喽，可爱的小公寓。结尾的彩蛋是这次旅行中的2个崩溃瞬间。瞬间1，第一天晚上因为时差睡不着觉，半夜去客厅溜达时发现了巨大的蜘蛛。瞬间2，戴高乐机场出关排队的人挤满2层楼，排到天荒地老，最后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奔向登机口，才勉强赶上了航班。法国的不靠谱，虽迟必到。